如果曼施坦因、古德里安、隆美尔这3位二战时期的德军顶尖将领能够完美联手，并得到希特勒的无条件信任，那么他们所能缔造的战场效果，绝非简单的兵力叠加，而是堪称恐怖的战术协同乘法效应。在二战西线战场，从未有一场战役能像1940年的镰刀行动这样将1+1+1大于3的协同作战威力演绎到极致。这3位被后世称为战争鬼才的将领，彻底碾碎了法兰西第3共和国的美梦。940年春，德军最高统帅部最初拟定的是一套名为黄色方案的初始作战计划。这套方案毫无新意，本质上是一战时期施里芬计划的翻版。计划集中所有地面主力强攻法国东部的马奇诺防线，同时以重兵集团从比利时北部平原正面迎战英法盟军主力，试图复刻当年的西线攻势逻辑。当德军内部的保守派将领们仍在反复推演如何优化这套复刻版施里芬计划时，时任 A 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曼施坦因早已看透了战场核心矛盾。他清醒地指出，这种正面硬刚的打法会让德军赖以制胜的闪电战优势彻底失效。一旦与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英法盟军陷入阵地消耗战，即便德军最终能突破防线，也必将付出惨胜的代价。后续的占领与补给压力将拖垮整个西线战局。基于这一判断，曼施坦因大胆提出了后来震惊世界的镰刀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实施双重战略欺骗，通过虚实结合的部署，让法军高层完全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将战场从法军预设的比利时平原转移到其防御最薄弱、戒备最松懈的阿登森林地区。按照计划，德军被划分为3个功能明确、各司其职的集团军群，形成环环相扣的作战体系。100集团军群是3者中最低调的一支，却承担着牵制法军核心兵力的关键任务。该集群部署在马奇诺防线正面，仅采取佯攻姿态，持续进行炮火试探、小规模突袭和无线电佯动，始终不发动真正的大规模进攻。这一举措成功将马奇诺防线内的30万法军精锐牢牢牵制在原地，使其误以为德军主力仍将从东线突破，始终不敢抽调兵力支援其他战场，彻底断绝了法军后援救火的可能。如果说 C 集团军群的任务是静态牵制，那么 B 集团军群的核心就是动态诱敌。该集团军群在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下，大张旗鼓地向荷兰、比利时边境推进，不仅发动正面攻势，还通过故意泄露假情报、制造大规模兵力集结假象等方式，让外界坚信德军将再次沿用施里芬计划从北部平原主攻。这一操作精准命中了法军的防御惯性。法军高层基于一战经验，对北部战线深信不疑，随即下令将全国主力部队调往比利时边境，全力死守马斯河防线。这一决策直接导致法国腹地防务空虚，仅剩下6个装备落后、以预备役为主的师驻守，战斗力极为薄弱。曼施坦因真正的杀招是由 A 集团军群担当的主攻力量。该集群集中了德军最精锐的7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师，总兵力约45万人，由古德里安、霍特等装甲名将率领，目标直指阿登森林。再好的战略计划，也需要顶尖将领的精准执行。古德里安与隆美尔正是将这份蓝图变为战场奇迹的关键。他们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从阿登森林强行突破，一路向西直插英吉利海峡，彻底切断北部盟军与法国腹地的联系。进攻发起后，古德里安将闪电战的突击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他率领第19装甲军钻进地形复杂、被法军视为装甲部队无法通过的阿登森林后，完全摒弃了传统推进模式，不与沿途小股守军纠缠，集中力量突破关键隘口。仅用2天时间就冲破了110公里的密林阻隔，顺利渡过马斯河。期间，希特勒因担心装甲部队孤军深入，缺乏步兵掩护，曾2次下达暂停推进的保守命令。但古德里安深知战机稍纵即逝，只要慢一步，法军就可能迅速拼凑起预备队堵住缺口。为此，他已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决心，多次抗命，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坚持率部全速推进。最终，他仅用10天时间就推进至英吉利海峡沿岸，成功切断了北部40万英法联军与巴黎的联系，将其逼至敦刻尔克沿海地区，使其陷入绝境。而隆美尔则以极致的灵活性，为这场攻势补上了所有漏洞。作为古德里安的右翼掩护力量，他率领第7装甲师上演了一场教科书级的机动战，放弃常规补给线，依靠战场缴获维持战斗力，采取迂回穿插夹突然袭击的战术。单日最高推进速度达到220公里，甚至超过了古德里安的部队。他的行动不仅牵制了法军南下增援的预备队，还多次瓦解了盟军的反击企图，让法军的机动部队全程疲于奔命，最终沦为无用功。
曼施坦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非让3个集团军群各自为战，而是构建了牵制、诱敌主攻的闭环协同体系。100集团军群定住马奇诺防线的法军 ，B 集团军群拖住北部盟军主力，而集团军群则趁虚而入直插腹地，三者相互支撑、相互配合，形成了无法破解的战术合力。在这套体系的支撑下，德军仅付出约15万人的代价，便击溃了总兵力达140万的英法盟军，其中俘获法军约120万人。1940年6月22日，法国正式签署投降协议，法兰西第3共和国覆灭。这场战役也成为二战史上以少胜多、协同制胜的经典案例。然而，辉煌过后，这3位顶尖将领便被希特勒拆分到不同战场，再也没有机会复刻协同作战的奇迹。法国战役结束后，隆美尔被调往北非战场，指挥非洲军团与英军周旋。古德里安则在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中，因与希特勒在装甲部队的推进节奏、冬季作战策略及补给分配上产生严重分歧，被解除职务。曼施坦因则于1942年被调往东线战场，负责应对日益强大的苏联红军。此后，3人各自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缺乏足够的兵力支持与战略协同，再也无法重现1940年镰刀行动时的辉煌。他们的命运也随着纳粹德国的节节败退，逐渐走向了不同的终点。